環球大戰線深入世界最前線，全球各地的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葉思敏。今天節目一開始，我們先歡迎我們的來賓陳立偉、蔡正元委員。思敏好，大家好。淡大戰略所助理教授馬準威老師。主持人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好，還有前海軍艦長呂禮詩艦長。主持人好，各位觀眾大家好。觀眾朋友，今天節目一開始要特別來關注到的是習近平猛打石虎。今天要來關心到的是在中國內部祭出的反貪腐權哦，高官頻頻落馬。另外呢，針對100萬人也是反腐零容忍，怎麼回事？今天一起來做關心。3個火線話題，我們今天請來賓幫我們做解答。因為川普最新喊出了3喊哦，他說習近平他是中國唯一的老大。同時間，我們看到今天會來特別討論了，光是1月份就連斬了10名的高官，代表中國現在權力結構已經拍板定案，正式進入收官期嗎？第二件事情來看，除了一月倒了10個人之外，高官還有1年查了上百萬人，這是中國大陸政府反腐了嗎？現在是以反腐為名的一個政治清算嗎？我們今天也會來做關心。最後今天會來看到是110名的這個將領，他們都落馬了。張又俠出事，這個到底是貪腐的問題，還是習近平要確保軍隊主要只認他一個人呢？今天就這些議題，我們都會一起來做關心。現在是川普總統也正式的來為中國大陸背書了嗎？我們要來看到中國大陸最近打貪這件事情，除了這個張又俠案之外，還有許多起的案件不斷的爆發。那麼川普最新呢，他在空軍1號上面受訪講了3次哦，他說習近平是中國唯一的老大，甚至剛剛說了，他就說了3次他是老大。那我们也要來看到的是，光是1月份中國政壇的反腐風暴持續的延燒，因為1月短1個月內有10名現役或者是退休的這些重量級高官都被宣布要進行調查，或是直接落馬。而這一些高官，今天我們會來稍微看一下，其實橫跨了包括了軍方、還有部會，甚至是央企、地方黨委等等，等於一次把政治、經濟跟軍事的3條命脈的官員都做了一次性的清洗。好，來看到一些比較知名的官員，除了我們節目談了非常多的有關於張又俠案跟劉振立之外，其他還包括了相關的管理部門，或者是前內蒙古的這一些自治區黨委書記，甚至涉及到一些企業的一些總經理，所以這高官數下來大概有10名左右。習近平在最近也不斷的強調，他說反腐敗是一場輸不起也絕不能輸的一場重大的鬥爭。所以呢，節目一開始要特別請教委員怎麼看川普的言論，他稱習近平是中國唯一的老大。那在對比說1月份有10名的高官落馬，有什麼相關性？現在就是要全力的打老虎，傾全力的這個終極收官嗎？委員怎麼看？請問一下，有人懷疑川普是美國唯一的老大嗎？川普一就任美國總統，馬上砍掉參謀聯席會議主席，馬上砍掉好幾個4星上將，現在又說要把4星上將砍半。請問一下，有人懷疑他是老二嗎？沒有懷疑的老大，連那個聯準會主席啊都被他修理得很慘。不只是如此啊，這個美國大概連參眾議院都臣服在他腳下。所以川普是美國唯一的老大，那為什麼習近平不是中國唯一的老大？啊，還有2個老大、3個老大，這很奇怪。又不是伊朗跑那個教主是老大，比總統還大。這個正常的政治體制，國家一把手就是一個老大，不會有2個人。那習近平是真的以前不是唯一的老大嗎？還有唯二嗎？這個就是我們來討論的。那這2個層面是不一樣的，一個是政治性，說你是不是老大，有沒有挑戰你權威，有沒有人故意要削減你權力，或者故意要造反。好，那第2個就是有沒有貪腐。貪腐簡單講就是拿錢。好，那這裡面呢，名單上的確有人是拿錢的，比如說一開頭這個大陸媒體就講說，這個貪腐問題嚴重啊，比如說王祥習啦、孫少平啦、顧軍，那這是在經濟問題，就是屬於拿錢，然後出賣公帑，或者是批什麼特權給誰，拿到什麼好處。那這個問題比較簡單啊，只是他的問題說，2013年，習近平打貪反腐搞到現在，還有這麼多貪腐嗎？一年真的要查100萬人嗎？那會不會
這個機制是不夠，還是哪邊出了問題？哦，這個大陸要自己去檢討。第二個，如果不是經濟問題，是政治問題。張又俠這一次很明顯的是政治問題。因為解放軍報講了5個嚴重，看起來沒有一個是真正的經濟問題啊。他第一個嚴重是說嚴重踐踏軍委會主席負責制，什麼意思？抗命。我的解讀就是抗命，抗誰的命？抗習近平的命，也就是張又俠想要當軍隊裡面的老大，要架空軍委會主席，不然這一句話什麼意思？沒有別的解讀。這個自從毛澤東啊，在這個古田會議這個建立的解放軍的基本原則就是只准黨指揮槍，絕對不准槍指揮黨。其實這是個現代文明正常的做法。為什麼？因為很多歐美國家也有2條原則啊。第一個，文人領軍，國防部長一定是文人。第二個原則更經典，不許軍人干政，就是2個原則。跟這個只准黨指揮槍，絕對不准槍指揮黨，2個是異曲同工，沒有什麼區別啊。又不是軍閥時代，所以不會有這種狀況了。那張又俠是到底做了些什麼事情，跟劉振立2個人會去這麼嚴重的踐踏軍委會主席負責制，然後嚴重損害軍委會的權威？到底發生什麼事？不知道，是任用私人嗎？還是這個不服從命令隨便調動這個軍隊等等？還是有人更嚴重講說有兵變或者兵變，或者要推翻習近平？有沒有那個海外的那些一些異議人士講得像講故事一樣那不管如何，這個東西大陸上也真的要深自去檢討，是不是有更好的制度來防範這些事情這個沒有人懷疑美軍會兵變為什麼？因為它的制度很完整，很完整。那習近平講對反腐敗是個輸不起的一場鬥爭。任何一個腐敗的政權一定會走入滅亡。現在伊朗就是這個情形。任何一個腐敗的軍隊絕對不會打仗的以前的八旗兵就是個德性以前你看這個滿清入關都英武最後怎麼樣？吃喝拉撒享受豪華，就打不起仗了。整天貪污那最後結果是什麼？最後就是滿清滅亡嘛。所以我想習近平應該也了解到這些歷史上比較複雜的問題。所以川普講說，習近平是唯一的老大，是的，他還講他自己，我是美國唯一的老大。是好，那可是重點就是習近平他要這時候立案做了非常多的貪腐的調查，但是在去年2025年，我看到這個案子超級多，101萬件，處分了98萬人，包括省部級以上115人，這數字真的是非常的多。到底是在打貪腐，還是有沒有可能上對下的一種政治清洗？馬老師又怎麼看？我覺得在中國大陸，它這個反腐應該是一個結構性的問題。它主要源自於1978年，當時鄧小平改革開放之後，鄧小平就允許當時的軍隊因為很窮，所以他允許他們從事事業性的這種經營。但是這個過程裡面，因為在中國大陸的軍的地位很高，所以當他們去經營的時候，很容易產生壟斷。到了1998年的時候，江澤民就覺得這個是一個很大的問題，所以當時中國共產黨就發布一個決定說，從此以後大家不准再經營。但是問題是，78年到98年這20年，大概就積重難返了那大家也變成一種習慣。換句話說，你以現在台面上可能60到70歲的這些政治人物，以前都經歷過這個貪腐的階段。那也就是說你會拿到高官的位置，基本上你沒有乾淨，應該是這樣理解。所以他的問題不光是這幾個高官，而是他是整串人。所以你看，習近平上台以後，這十幾年裡面，每一年平均大概80到90萬人被立案起訴，就貪腐的這個立案起訴。所以這個累加起來，這數字非常的高這個可能將近1000萬。中國共產黨才9000萬到1億人，也就是10個共產黨有1個被查過，所以你就可以看得出來，中國大陸這個內部貪腐問題是非常嚴重。所以習打貪，我認為一開始是真的，但是他後來發現，這打貪的過程裡面也可以肅清對他有威脅性的敵人或政敵的時候，他就開始不單純。所以我認為在後面的這個反腐的過程裡面，它同時體現着2種
目的，一個是讓這個國家可以更健全，但是另外一方面要肅清政敵，我覺得它也是一個非常絕妙的手段，因為老百姓非常支持哦。所以我覺得如果說到底是它目的到底是放在肅清還是反腐，我認為其實從現在太陽上看起來應該是都有。好，肅清跟反腐兩件事情同樣並行。那另外一方面，其實有這個美國駐中大使，他也針對了這件事情做了一個評論。他是 David Perdue， 我們來看到他怎麼說。他說呢，這一場行動除了是糾正軍中的貪腐問題之外，也是具有高度性的，因為習近平要確保軍隊可以完全的掌握控制權。艦長怎麼看？其實我們來看從中國共產黨他之前，他就以毛澤東主席那個時候他就強調的，也就是剛剛鄭源老師特別提出的黨指揮槍。那如果是黨指揮槍的話，那其實因為共產黨以前在這個黨指揮槍沒有開始例行之前，他其實是受到一些教訓的啊。那也就是在第一次國共合作的时候，那個時候的共產黨其實他們只着重於爭取民眾的支持，並沒有爭取部隊的支持，所以最後呢，在國共分裂之後，他就受到了這一個軍事的這個討伐啊，所以他那個時候也就是經由這個教訓之後，他開始例行黨指揮槍。那剛剛那個馬老師也特別提到了，就是之前有關於軍隊它可以經營很多企業的部分啊，但是後來不准。但是後來還有遺緒，什麼樣的遺緒呢？也就是2015年開始進行軍改之後，我們就看到中國大陸的裝備不斷的在起飛，不斷的在更換。那在這些更換的當中，當然就會有人上下其手。我舉個例子。也就像我們現在在談到，如果台灣海軍曾經發生的弊案，也就是我們講到拉法葉的時候，那時候也是我們台灣在更換裝備的時候，那就會有人上下其手啊。那至於說現在的這個狀況呢，那大家其實都有份。那之前南華早報還用了一種形容詞，它叫做他方式的貪腐，也就是貪腐一抓就是那個一串那個肉粽這樣子拉起來，所以只要下面的人不斷的往上咬，那就會是這個樣子。那我再舉一個我親身遇到的例子啊，之前我在念這個世新的新聞所的時候，那個時候有非常多的陸生啊。那我們下課的時候，有的時候閒聊，我就問他們說：“哎，你們是因為你們當兵啊？”就是入伍是因為家裡比較窮嗎？那個是2013年以前的事哦。他說沒有，家裡要有2個才能夠去當兵。我說怎麼會是這樣呢？我們一般都是覺得家裡比較窮去當兵。他說不是，他說因為當完兵之後，因為軍方有非常多的優待啊，或者是他可以從事特許行業，所以他就變成他去當兵，但是你要能夠去當兵，能夠升官，能夠進入到某些部隊，对不起，通通要錢。可是後來我在聽到的時候，他們說就是開始習近平主席開始打貪的時候，就全部拉下來，就是曾經你有收過錢的，通通都是這樣。所以那一段時間就是郭伯雄的那個階段，那他們遇到的就是這個事情。但是我們現在看到這個解放軍報啊，他就講到永遠吹響衝鋒號，然後他在談到說身份沒有豁免權，功勞不是抵罪券。那他這件事情就專門對準了張幼霞來講的。為什麼？因為他講的就是軍二代，因為其實張幼霞的父親也是軍人，然後他講說功勞不是抵罪券，因為2次的這一個越南的那個懲越戰爭，張幼霞都有參加，所以現在他們這種說法呢，也就是一錘定音，反正這些人就是要落馬，這些人就是要更新，但是對於解放軍的指揮會不會有影響？不會有影響的，因為其實他後面都還有層層的代理人。舉個例子，也就是我們看到這個在年初的時候進行的這一個
正義使命2025的這個軍演的時候，其實他的司令員只上台了那個1個禮拜，就立刻的進行。為什麼可以？因為軍隊的指揮鏈非常清楚。今天換了這一個司令員，就跟隨着司令員做就對了，所以沒有指揮的問題。好，謝謝艦長。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